老婆每天打3份工，男人却躺在家里喝着娃哈哈刷女主播。可由于长年累月的劳作，老婆竟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女儿也因为怨恨离他而去。直到这一刻，男人才幡然醒悟，为了麻痹自己，亦或者是惩罚自己，他每天不要命的工作，硬是白手起家，成了资产千亿的集团老总。即便如此，他心中对妻女的悔恨和思念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自己。为了彻底解脱，他将全部身家捐赠给贫困儿童，随后回到了当年和妻子一起生活的房子。就在他准备去陪伴妻女的时候，却被一道闪电毫无征兆的击中。当他再次醒来，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傻眼了。老快，你怎么了？是不是饿晕了？这5块钱你先收着，留着买娃哈哈喝。快18现在都是猛的，他摸着面前女人的脸，细细回味着。张小鱼并不漂亮，皮肤黝黑，有点皲裂，原本大大的杏眼也肿了起来。但他看中的并不是外表，而是她的坚强与温柔。反应过来，快18连忙道：“这5块钱你自己收好，留着给小宝买吃的。”要知道，这时的5块钱可是一家人1个月的生活费。可他既然重生了，就有责任让他们娘俩过上好日子。张小鱼一脸的不可置信，并没有收他递过来的钱。快18也没有坚持。他知道自己一时的改变，小鱼可能难以接受，要慢慢来才行。妈妈，我好饿。小宝乖乖，妈妈这就去做饭给你们吃。说完，张小鱼转身就去了厨房，不一会就端上来一点咸菜和2碗粥，其中1碗哪还有什么米，全是水，另外1碗则是满满的米。小鱼，家里没有粮食了吗？面对快18的询问，张小鱼明显神色一慌。家里还有粮食的，而且马上就下收了。他的说辞，快18是不信的。你把我那碗吃了，我现在不饿，我去厨房看下。快18对小鱼说完，就向厨房走去。可打开米缸一看，缸内简直比快18的脸还干净。他翻找了一大圈，才在柜子中找到一袋红薯。要靠这点粮食撑到下收，怎么可能？距离下收还有足足的1个月呢。看来要去黑市买些粮票了。他回到桌子上，果然桌子上的粥一口未动，张小鱼就坐在那，用可怜兮兮的眼神看着他。快18叹了一口气，把自己碗内的粥分了1大半给他后，对着他温柔一笑道：“吃吧。”张小鱼这才狼吞虎咽的吃起来。饭后，快18看着洗碗的小鱼道：“以后你就别去生产队干活了。”张小鱼没再反对，只是疑惑道：“这个月工分不多干点，下个月又不够吃了。”这你别担心，我肯定把你们养得胖胖的。这话说的小鱼脸都红了。上一世他可从来没说过这样有担当的话。这时上工的铃声响了起来，我去干活了，你和女儿好好在家休息。好。张小鱼虽然不知道快18怎么忽然转了性，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还是露出了一丝甜蜜的笑容。可接着就被一道女声打破：“姐姐，家里没东西吃了，你这有什么东西吃吗？”张小鱼看着面前的女孩，身子有点发颤。没有。那姐夫一定会有好东西吧？听到要打扰到快18，张小鱼才慢慢悠悠掏出1毛钱，还没拿出一会，就被面前的女孩一把抢走了。另一边扛着农具走在大队后面的快18，正思考着该如何赚钱。这一块地方总共有3个村庄，最富裕的张家村以出海捕捞为生，其次则是陈家村和他所在的严家村，而有一片海滩是归陈家村和严家村所有。平日里很多村民都爱通过赶海来补充点营养。对呀，也许我可以去赶海。前世看了那么多赶海视频，感觉也不是很难。到了地里，村民们看到快18这个稀客，都忍不住调侃起来：“老快，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今天怎么是你来上工？你家小鱼呢？”就是啊，你不躺在炕头上喝娃哈哈，还舍得出来干活？你看你那白净的小脸，到时候可别晒黑了哟。说完，人群中更是爆发出好一阵笑。快18没有理会，而是转头干起活来。他埋头苦干，一刻也不肯停下。干完农活回到家，拿起木桶就往海边赶去。半个小时后，他总算到达了海面。此时海水刚刚退潮，还没有人来。快18拿起木桶就准备开挖。在海滩寻找线索的快18很快发现一个和其他地方明显不同的凸起。没有工具的他用脚一踢，那个趴在沙地上伪装的东西就露了出来。快18定睛一看，这不就是八爪鱼吗？快18也不怕，快速伸手捏住八爪鱼臃肿的头颅，就是往桶中一甩。怀着一股热浪的心，快18又开始寻找。果然在不远处就发现了一个小洞。这就是蛏子洞吧？看那些主播操作过，只要撒点盐就会自己出来。可现在全家就10块钱，需要买的东西又多，就算是盐也要省。快18把木桶一放，蹲在地上就开始刨地。不一会，这个蛏子就被快18给抓住了，只可惜壳破掉了。但这周围这样的小洞很多，一回生，二回熟。很快，快18掌握了精髓，一个个完整的蛏子出现在桶底，挤压着八爪鱼的空间。这一片的蛏子都收入桶中。快18估摸着够炒几盘后，他就开始往礁石边走去。远远发现一个巨大的海螺盖在沙地上。这么大的壳，肉一定很多吧？怎么样也能炒一盘吧？拿起来一看，底下居然藏着2只螃蟹在握沙，一大一小，小的那只被大的抱在怀中。这不用想，肯定在干什么羞羞的事。这蟹壳又圆又大，蟹钳竟有快18的手臂般粗，其他的足都有他2个手指般壮。拿在手中掂下，应该足有6斤。虽然品种他不太敢确认，但是到黑市里肯定会有识货的。另外一只则小得多，可能就2斤左右。但是快18还是把他夫妻俩统统打包了。这小腿高的木桶此刻都装满了，那八爪鱼的身影都看不见了。
现了。这海边真是个好地方，看来下次要把小鱼带上。他是本地人，懂得肯定比我多。说着，蒯18提起约有60斤的木桶，离开了海滩。而附近干完农活的村民此刻正在往海边赶。其中一位大婶看到蒯18桶中的大螃蟹，惊讶道：“这小伙子没见过呀，第一次来运气就这么好，看来今天的行情好啊，居然有这么大的螃蟹。”是啊，运气好，婶你也快去吧，别到时候都被捡走了。对对对，这晚了就什么都没了。蒯18打发了大婶后，也开始加速往黑市走。按他平时的速度，要不了多久就能到。可现在提着个重物，还要在太阳下山前把东西卖掉，回到家里就有点够呛。榆林市内正在上班的李建国接到妻子杨梅的电话，说是他父母今晚要来，想要吃些这边的特产，让他去买些回来。下班后，李建国在供销社逛了会，由于是下班的时间，里面的海鲜都所剩不多，而且很多都已不新鲜。父母难得来一次，李建国怎么样也不能拿差东西糊弄。没有办法的他，选择来到了黑市，逛了一圈都没找到心仪商品的他，就打算去换点猪肉去。但在一个旮旯里，他的视野就离不开了一个看起来白白净净的男人面前摆着满满登登的木桶。李建国肯定他闻到了海水的味道，所以他走过去问：“你这桶里有什么大货？”面对询问的蒯18抬头一看，就知道这位顾客是个有钱人，穿着一身西装，一看就是纯手工定制的。而且男人在这里逛了这么久都没买东西，一定就是奔着海鲜来的。我这里有螃蟹，还有蛏子。李建国一阵失望，螃蟹、蛏子这些东西，他老丈人家不知道吃了多少。当即就摆摆手，打算走了。蒯18哪能让他走，连忙说道：“我这螃蟹可不一般。”李建国听了也来了去，不走了，反而打趣道：“能有多么不一般？”蒯18拿出桶内足足有6斤重的大螃蟹给李建国看，当即李建国就震惊了，有点失态的道：“这么大的面包蟹，这玩意李建国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就吃过，这肉质有点像黄鱼一样，层次分明，除了口感有点硬以外，蟹肉可是鲜甜味十足，蟹黄更是肥厚细腻，而且他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面包蟹，当即决定买下。你这面包蟹打算怎么卖？50斤米票，20斤肉饼。小伙子，你这有些贵啊！李建国有点不开心了，他虽然有钱，但可不是傻子。是我这2个面包蟹一共8斤，然后再加5斤的蛏子，值不值？你这样倒是我占了你便宜，我看你也没有装的东西，而且我身上没带票，这样的我再给你10块钱，你给我送回去。那叔，我们快点走吧，趁他们现在还活着上货，要好吃不少呢。蒯18把东西都收好后，拿起水桶就和李建国走，也不算多远，只用了15分钟就到了。这一区域都是6层高的西式建筑小洋房，非常的气派。这种房子不是有钱就能住的，还要有地位才行。李建国把蒯18带到3楼后，就让他在门口等待，他自己则去取票。坐在楼梯上的蒯18盘算着等会要买点啥。这兜里足足有20块钱了，虽然不多，但也够用了。小鱼的衣服、保养品、小宝的奶粉，啥都是钱啊！就在蒯18思考的时候，李建国拿出来米票、肉票和1沓钱，其中还夹杂着一张白纸。我没那么多票，钱倒是有，以后有什么好货记得找我，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拿着这联系方式和钱，蒯18喜出望外，这以后就是多了条财路啊！这人简直就是他的财神爷。谢谢叔，以后你就叫我李叔就好了，快点回去吧。说完，李建国就关上了门。蒯18点了点钱和票，25斤的米票、10斤的肉票以及5块钱，那现在身上总共有25块钱了。把这些都藏在兜里后，他拎着木桶走出楼栋，跑去了当地的供销社。进门后，琳琅满目的商品分外诱人。现在这时间，供销社也快下班，看来要加快速度了。所幸现在买东西的人也不多，不一会，蒯18就买好了10斤大米、3斤有肥有瘦的猪肉，以及牙膏、牙刷、香皂、奶粉等零碎的土，花费5元。这时，蒯18看来眼时间已指向17点50分，还有10分钟。他问下了售货员，得知衣服在3楼后，不到2分钟，他就来到了买衣服处。买衣服的供销员脸色并不好，因为他都快下班了。蒯18对此也没有生气，毕竟他也想早买早走。把你这里最火的女装给我来套，个头到我胸这里，人很瘦，要宽松一点的。我还要套宝宝装，就我手臂这么高，记得再配上鞋。这一大堆话把售货员都吓傻了，这也没过年了，就买这么多东西，但是谁会和钱过不去呢？当即把自己喜欢但是舍不得买的衣服拿给蒯18看，这一套要12块钱。虽然在农村穿这样的衣服很容易脏，但那是对于种田的人来说，但只要有他蒯18在，就不可能再让小鱼去种田。再看了看小宝的衣服没啥问题后，蒯18当即付了16块钱。心满意足的蒯18揣着大大小小的东西在路上走着，手中还提着木桶，走得十分艰难。这时路上忽然有人喊他：“18，你怎么在这？”听见有人喊自己后，蒯18往回看去，居然是大队长的大儿子严洪亮。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坐上车吧，我载你回去。蒯18也没什么不好意思，把东西放到马车上，解释道：“给亲戚送了点东西，他非要回我这些东西。这个时代倒买倒卖是不被允许的，被发现可是要抓起来蹲大牢的。”没想到你居然还有城里的亲戚，看你这亲戚也是有钱啊，怎么不把你带回城里呢？他帮我的已经够多了。看着这一车高档货，严洪亮很是羡慕，想来他一个大队长也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开荤。这一路上，严洪亮不断和蒯18搭话，里里外外透露出的都是想要巴结
蒯十八那个所谓的亲戚，但蒯十八并没有回应他，而是和他聊点有的没的。最终，严洪亮把蒯十八送到家门，也没有透露出任何有用的消息。严洪亮看着蒯十八的身影，吐了口水。要不是看着蒯十八有点巴结的潜质，才不会搭他呢。他就这样坐在车上看着蒯十八搬东西。蒯十八今天心情好，不愿意和他计较，只不过原本想要给他几个鸡蛋的想法消失了。把东西都拿回家后，蒯十八站在门边说：“谢谢你啊，严同志，要不是你，我现在就得走回来了。”显然是一副没有给他东西的打算。而原本以为多少会给点东西的严洪亮，一句话都没说，驾着马车悻悻离开。回到屋内，张小鱼正抱着小宝，好奇地看着面前的东西，但不敢询问什么，只是对蒯十八说：“你回来了，饭已经做好了，都在锅里保温着呢。饭重新做吧，我今天买了米还有猪肉，木桶里有蛏子和八爪鱼，都一起煮了。今天我们吃顿好的。”全村吃草根啃树皮，他却往家里一车车的拉粮食，并且车上还有肉和奶粉。村里人见了都恨得牙痒痒。要知道他可是全村出了名的贫困户，几乎全村都被他借过粮。原来是他重生后，凭借前世刷的赶海视频，第一次赶海就捡到了8斤重的面包屑，不但换了大量的粮票，还赚了25块钱。25块钱什么概念？在当时可够一家人半年的开销了。怀揣25块的巨款，蒯十八几乎将吃穿用度全部买齐，却不想自己招摇的行为给老婆带来了想不到的祸端。蒯十八回到家，可把张小鱼吓坏了。老蒯，你不会是去抢了供销社吧？瞎说啥？这些都是我赶海挣的。是个傻丫头，太天真了。我要是敢抢供销社，早就被帽子叔叔抓走了。老蒯，现在有粮食了，我去给你做饭。急什么？我来做就行了。前世蒯十八整天葛优躺，以至于张小鱼操劳过度，早早过世。好不容易有机会重来，他什么都不舍得让他干。那好，我去给小宝冲奶粉。蒯十八在厨房里一顿忙活，不一会就做好了一桌饭菜。然而香味顺着他们家一直蔓延到附近3公里。村子里的张家正在吃饭，闻着不知哪传来的肉香，嘴里却吃着红薯腌菜。好久没有吃肉了。对，大姐结婚不是给了200块钱吗？为什么不买肉吃啊？张父并没有回应，张母只能哄着小女儿。阿玲，你乖，这钱要留给哥哥结婚用呢，哪里能买肉给吃掉啊？我不听，我不听，1斤肉才多少钱？我听隔壁哥哥结婚才要50块，为什么哥哥就要这么多？张玲不依不饶地闹着，最后还是张父严肃道：“吃，就知道吃，干活怎么没见你干？谁缠你就找谁去，这肉是不可能买的。去就去。”年仅14岁的张玲起身就朝气味的源头走去。而距离蒯十八家最近的家中，此时孩子也哭闹着要吃肉。被闹得没办法的陈婶只好厚着脸皮去蒯十八家，希望能够讨点油渣子解解馋。蒯十八和小鱼正准备吃饭，就看到陈婶走了进来。有什么事吗？陈婶看到桌上的菜，忍不住流口水。猪肉炒青菜，蛏子蒸蛋，清炒八爪鱼。过年他家吃的都没这么好啊！可想到之前自己做的事，就想打退堂鼓，但想到了家里的2个孩子，还是哆哆嗦嗦地说：“18呀，我家孩子已经几年没吃过肉了，你能不能给点肉渣子给我家孩子吃？”蒯十八看着他，并没有说话。就在陈婶以为要被拒绝的时候，张小鱼小心翼翼地说：“老蒯，陈婶帮过我很多，而且生小宝的时候都是她接生的，能不能给她加点肉？”陈婶不想让小鱼为难，于是道：“小鱼，我看还是算了吧。这肉也不便宜，就别为难18了。”蒯十八并不知道他们之间还有这渊源，如果知道的话，回来的时候他就给陈婶送过去了。小鱼，你去厨房拿6个鸡蛋，还有1斤肉给陈婶吧。要不的呀，你们的日子也才刚好起来，我就要点肉渣就好了。蒯十八不再木着脸，而是笑道：“陈婶，你别跟我客气，你一个女人家拉扯2个孩子不容易，我们互为邻居，互帮互助也是应该的。更不要说你之前还一直帮我家小鱼。”这时，小鱼端着东西递给了陈婶，陈婶连连感谢，并对着蒯十八说：“婶之前对你是有点啰嗦，但你能担起男人的责任，让小鱼娘俩过上好日子。沈敬你是个爷们，下次啊，你们也来尝尝沈的手艺。”送走了陈婶，蒯十八和小鱼过起了2人世界，而小宝早就被蒯十八哄睡了。老蒯，这是我20多年来最开心的一天了，谢谢你。不用谢我，你以后每天都会这么开心，我保证。吃饱饭后，蒯十八惬意地瘫在椅子上，小鱼从厨房端来一盆水，打算给他洗脚，但被蒯十八拒绝了，把位子让给小鱼，自己则去准备洗澡水。很快水就烧开了。小鱼，你要不要和我一起洗澡？什么？就是和我一起洗澡啊，你愿不愿意？张小鱼被蒯十八问得满脸通红，用蚊子小的声音回答：“我怎么会不愿意？”可看到蒯十八满脸宠溺的戏谑后，他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可是这种当，只要是蒯十八给的，他就愿意上。那行，我们一起去洗澡吧。就在蒯十八度过美好一晚的时候，有的人却心里不平衡了。原来昨天张玲来到蒯十八家讨肉吃，看到陈寡妇把肉给要了去，立刻回到家里告诉了父母。
你们知道今天吃肉的是谁吗？是谁呀？是张小鱼，他还把肉和蛋给了张寡妇。他真是有钱了，就忘了娘家人。你真看到小鱼这么做了，那你怎么不去问他？我哪里敢问他？蒯18还在里面呢。行，这小鱼真是太不像话，自己吃香的喝辣的，父母都不管。明天找他要个说法去。第二日，蒯18正在地里干着农活。蒯18，有人欺负你婆娘？什么？我刚看到张玲在你家门口等着小鱼，怕小鱼被欺负，就赶紧过来通知你。是，谢谢你啊，我这就回去。蒯18刚到家，就看见小鱼抱着小宝坐在地上，两人干净的衣服都染上了泥土。这时，张玲的声音从屋里冒了出来：“这是香皂，还有百雀羚。姐姐，你这真是过着好日子啊！就你那个样子，一点都不配穿那么好的衣服。还有这些东西，只有什么？”听到蒯18的声音，张玲瞬间慌张地走了出来：“姐夫，你回来了，我可什么都没做，都是姐姐自己摔倒的。”蒯18勾起一味嘲笑，张玲还觉得蒯18是高兴的，更加恬不知耻起来。姐夫，我姐脸都干成那样了，还用什么霜啊？给我用吧。小鱼，你去把严大队长找来，我今天就把你从张家完完全全脱离出来。张小鱼，你不许去！小鱼看向蒯18，看到蒯18肯定的点点头，他才鼓起勇气走出门去。而此时围观的村民中交谈声不断，这张家也不知道怎么教的女儿，才14岁就这个样子，以后谁敢娶啊？就是啊，对他前姐都这样，真是没大没小的。这蒯18家发生了什么事？得知事情经过的严洪亮巴不得事情闹大，越大越好，最好让蒯18不得安宁。这时，小鱼带着严大队长走来，一同赶来的还有张家父母。小鱼啊，你也不是不知道家里苦啊，你一个人在这吃好的，我们却在家里吃咸菜啊。面对这话，小鱼一言不发的躲到蒯18身后。严大队长，你总算来了。18呀，这是什么情况？还能是什么情况？这张家就是看我们家过好了，就过来想欺负我和小鱼了。什么叫欺负你？小鱼是我女儿，她孝敬我们有什么问题？是没有问题，可前提是你们已经把小鱼卖给我了，却一直迟迟不肯把它过户过来。什么叫卖给你？那时候小鱼赖在这不肯回去，我才这样说的。张家父母对视一眼，他们就是咬定不是卖女儿，那200块就是彩礼，看这蒯18能拿他们怎么办？幸亏我早就料到你们会这样说，我这还有你们当时压了手印的证据。听到蒯18的话，他们明显慌了神，却马上又恢复了镇定，因为蒯18不可能有证据。他们之前确实把张小鱼给卖了，但卖给的并不是蒯18，而是个瘸了腿的老男人。大队长，您看，这是当时我给隔壁村的脖子刘200块钱卖给我的，我现在没什么需求，就是希望小鱼能过户到我户口下。经大队长确认，纸上内容真实无误。张老汉，你今天把户口带上，我们一起去过个户。过户完回到家，蒯18给小宝泡奶，小鱼则在旁边做饭。小鱼，今天干完活，我们一起去赶海吧。可是小宝怎么办？小宝就让陈婶帮忙带吧，我们到时候给他点东西。你一下买这么多东西，多几次大家都知道了，要被抓了，我和小宝咋办？那确实是我没考虑周全了，一心只想让你和小宝吃好穿好，现在倒买倒卖还是违法的，我得赶紧想个办法。男人花200买了个媳妇，却从来不睡，而是日日让她蹲在海边挖蛏子，他则蹲在一边监督。而女人动作娴熟，挖出来的蛏子个个完整光滑，一看就是经常这么做。看女人工作认真，蒯18不打算再盯着。小鱼，你在这边挖，我去海边上看看有什么好东西。要不还是别去了，万一被浪卷走了怎么办？我会小心的。今天海边只有些冲上来的蛤蜊，蒯18也不嫌弃，一一将它们收入土中。而不远处的一片海菜吸引了蒯18的注意，于是他过去拿了些，打算回家做成菜去夜市卖。这时他发现海菜中居然有东西在动，拿铲子拨开一看，赫然是一只大龙虾，全身都是五彩斑纹，看起来很是漂亮，只是现在有些虚弱，只有头上的须在摆动。可按道理说，龙虾应该生活在深海，就连前世刷的赶海视频也没见过这种情况。他仔细一看才发现，这货原来是被海菜缠住钳子，才带到了岸上。蒯18拿起脱水的大龙虾，放在手臂上比了下。好家伙，足足有我小臂这么长，这差不多50厘米应该有了吧。把龙虾美滋滋的放入桶内，他就开始仔细翻找海菜，生怕漏掉什么宝贝。但除了点蛤蜊外，就没有任何东西了。他起身揉了揉后腰，视线被海平面上的捕鱼大船吸引，不禁露出了羡慕的表情。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自己的船了？殊不知，在这物资匮乏的70年代，他手里的龙虾可比一艘普通的船还要值钱。这时，挖完蛏子的张小鱼走过来，今天我挖了好多蛏子和一杯，要去夜市卖吗？你猜我捡到了啥？你捡到了啥？是不是很大很大的鱼？猜错了。说着，蒯18举起木桶给小鱼看。你居然捡到了花龙虾，还这么大！原来这叫花龙虾，值钱吗？这可贵了，而且很稀有。在我小的时候，捕捞队就曾抓获过一只，就因为这事还有记者来采访了呢。那这龙虾要卖多少才合适？我刚刚看你一直在看出海的渔船，要不把这龙虾卖给他们，给你换艘船。什么？这龙虾居然这么贵？
可我并不认识那些人。小鱼，你有认识的人没？我大伯就在船上工作，以前过年的时候，我听他们讨论过。可是我家和他家并不亲近，我甚至从没和大伯说过话。小鱼越说越觉得他大伯应该不会帮助他，毕竟每次去拜访都是吃闭门羹。那我们还是去试试吧，毕竟这龙虾稀有，他们有的赚。我猜你大伯也不是嫌弃你，只是嫌弃你父母的为人。可是，走吧，别纠结了，这龙虾到时候死了，可就不值那么多钱了。很快，他们就来到了码头。请问下，你们这里收不收花龙虾？快18的一声询问，惹得众人哈哈大笑。花龙虾，就你那个木桶能抓到？去，别耽误我们干活。随后，快18又说了几句，但大家理都不理他。看着这些人的态度，小鱼只能在人群中寻找大伯的身影。不一会，目光就锁定在一个国字脸，穿的明显比别人好很多的中年男人身上。大伯，我有事找您。你是小鱼？大伯，这是我男人快18，我们今天赶海抓到了花龙虾，就想来问问你们这里收不收？花龙虾，快给我看看！快18把木桶放在地上，作为老渔民的大伯伸手就把龙虾从桶内抓出，左看看右量量，见这龙虾极其完整，没有缺胳膊少腿后，才严肃地对快18道：“你好，快同志，关于这花龙虾，你打算怎么处理？我能不能换一艘船？一艘船，说实话有点难啊。现在我们这船都是公社所有的，如果是小木船的话倒是可以，但我看你的模样，一个人出船我也不放心，而且用这个龙虾换，你有点亏。这样吧，大伯，我们只要条小木船就好了，但条件是你要教会老快出海，另外再加600块钱。男人说话，你插什么嘴？背对的小鱼眼神没落，没再说话，而快18则是牵起他的手。大伯，这龙虾也有小鱼的份，他已经不是老张家的人了，是我快18的，而且小鱼说的就是我要说的。你们要这些，但我现在不能承诺你们，我要去打个电话才行。那行，您去吧。张月华离开后，快18宠溺地摸了摸小鱼的脑袋。真想不到啊，我居然捡到了宝！你什么时候这么聪明了？小的时候，家里人不喜欢我这样，他们只喜欢让我干活。没事，我喜欢就好了。很快，张月华就带来了好消息，事情没问题，就按照小鱼说的来。我先给你600块，你把龙虾给我，然后这个工作证明给你，记得给你们村的村长，明天来这里上工。随后，张月华把他们2人带到家里，他家的房子是砖头砌成的，在这时可不是人人都能住上这样的房子。你们等着，我去屋里取点钱。好嘞，大伯。一会功夫，张月华就拿着600块钱出来。这是600块钱，你们数一下。接过一大叠钱，快18数了下，正好是600元。大伯，没错，正好60张。那我和小鱼就先回去，不麻烦你了。那行，我也不留你们了，明天见。老快，这笔钱我们要怎么花？我们先把家弄一弄，太简陋了。依我看，大伯家的房子就很好，然后再带你去卫生所看看，这身体总冰凉是怎么回事？别老想着给我花钱，你也给你自己花，毕竟这东西啊，可都是你抓的。小鱼，哪有什么你的我的，我的就是你的。18，你。随后，快18拿着证明来到大队长家。18呀，你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大队长，从明天起我就要去张家村工作一段时间了。什么张家村？可是现在快下收了，你不能去。队长，我看严洪亮平时也不干活，不如你就把我的地给他种就行了。这怎么可以？你有证明吗？我看你就是想偷懒，而且什么叫我不干活？我这不是每天运送东西进城吗？快18也不想多说啥，掏出张家村的证明给他们看。大队长看着纸张上的红章，赫然是张家村村支书的公社章。严大队长也不敢阻止，既然村支书出面了，他当然要卖个人情。行，那你去吧，你的工分就算到小鱼身上了。谢谢你啊，大队长。但是我也就是过去一段时间，到时候还是要看您安排了。那没什么事，你也回去吧。好的，大队长。快18走后，憋了半天的严洪亮终于发声了，你都不和村支书说一下就同意了，马上下收缺人啊！缺人？缺什么人？明天你就给我去地里赚工分去。去地里？我凭啥要去地里？当时都说好了，我只要送货就行了。你是不是傻？你不知道张家村多富裕吗？他们那里已经有砖房了，我们村子还是土坯房。快18那小子能攀上关系，算他有本事。你们以后都对他客气点，知道没？严洪亮虽然很不服气，但也只能暂时忍了。第2日，天还蒙蒙亮，快18就出门了。得搞一辆自行车才行，不然这每天上下工都要花将近3小时，可太浪费时间了。要是天天走，腿也受不了啊。18，你总算来了。这段时间你就跟这位叶同志学习，他可是我们这里的老师傅。大伯，叶同志，让你们等辛苦了，我下次一定早点出发。没事没事，叶同志，你带老快去船上吧，记得带点晕船药。好的，大队长。今天的大海很平静，船行驶到目的地，叶同志就开始安排下网，快18则在一边认真观摩。等待收网的时间，快18没事干，就和叶同志闲聊起来。叶同志名叫叶品，今年才30岁，家里有个生病的妻子，给妻子治病欠了不少钱，家中还有2个小孩，日子过得相当不容易。叶叔，你家房子大不大呀？
我家当时建的时候还算有钱，倒也有3间房。我正准备把土坯房给换成砖房，到时候请你来干活，包饭还每天给3分钱，怎么样？要知道，在渔船上辛苦一天才有2分钱，而且这还是抢手的高工资。可我还有这活要干，而且这不是占你便宜吗？要不的，没事的，叶叔，到时候你下工来就行。那行。叶平知道快18是想要帮助他，这待遇放到村子里，不知道多少人抢着干。想到这1.8米的壮汉不禁湿了眼眶。叶平抬起袖子擦了擦眼泪，快18拍了拍他的肩膀，表示安慰。察觉时间差不多的叶平喊道：“该收网了，该收网了。”渔船每捞上1网鱼，村中就有10个女人大肚子，而这还是几分钱1斤的破烂货。要是打捞到5毛1斤的马有鱼，全村最美的如花也能娶回家。这就是70年代人们经济的现状。普通人只能在生产队种地换取工分，最多一天也只得1毛钱。而在渔船工作的，每天不但有2毛的收入，还能获得额外的红利分成。之前快18捡到了稀有的花龙虾，和渔船上的负责人攀上关系，获得了在渔船上工作的机会。可他第一次出海就发现了奇怪的事情，今天捕捞上的第1网全是鲜活的沙丁鱼，还有些大鱼和鱼苗夹杂其中。不一会儿，各种各样的鱼蟹就被放入筐子里，很小的鱼蟹苗竟也被收入其中。要知道，这样的绝户网后世是不被允许的，这等于是自断以后的生路。快18心中很是不解，但没有机会询问，而是被安排给鱼的肺部扎上小孔，这样是为了保持鱼的鲜活。接着还要把鱼都放入冰库，这样鱼的存活率会大大增加，就能卖出更好的价钱。忙完后，叶平冲快18喊道：“18，下1网你来。”好嘞，叶师傅。叶平看着快18操作设备，连连夸奖。不愧是年轻的小伙子，学的就是快。所有船员也因为刚刚的收获都眉头舒展开来。是啊，我家的小孩要是有18一半勤快就好了。还是叶师傅教的好。等快18放好渔网后，叶平走过来凑到他耳边：“刚才那1网至少价值7、8块钱，邮费什么的都赚回来了，回去还会有额外的工分奖励。那平时大家邮费都赚不回来吗？”这几年来，除了大风大浪的时候不捕鱼，其余时候天天捕，每天每船至少1网。以前的鱼老多了，近几年少了很多。可我们这能消化这么多鱼吗？我们的鱼可不仅仅只供给鱼鳞，内陆上也要啊。快18一听就明白了，这可不就把海里的鱼给捞得快灭绝了吗？回想起刚刚整货时小鱼苗都不放过的场景，他觉得一定要去提议一下，这附近要是被捞没了，他要个小船有什么用？但他并未把自己的顾虑告诉叶平，毕竟这件事情也只有告诉大队长他们才行。叶叔，我懂了，只希望我这网也能够大赚一笔。听到这喜庆话，大家的脸上都洋溢起了笑容。大概1个小时过后，开始收网，渔网收到船上，一条条大鱼看着船员们瞪大了眼睛。哇，都是马有鱼啊，看这体型不小啊。是不小，最小都有10斤了，看这一网足足的有几百斤。刚出水的马有鱼银光粼粼，叶平朝着开船的船员就是一顿喊：“准备回航了。”说完，转头对着快18解释起来：“这马有鱼一出海就活不了多久，我们得快点整理出来放进冰库。”于是整个船都调动起来，一筐一筐的马有鱼被放入冰库中。冰库放不下了，没事，外面都是些小虾米，没得事。老爷啊，你这徒弟有本事啊，第一次出海就打捞到这么多马友，我们也是沾光了。你以后也别去别的船了，就到我们小队的船来上工吧。可张大队长那边，叶平不敢答应。虽然这固定了渔船有好处，但如果这船长只是看中了这次的利益，以后如果捕不到好东西就难办了。我知道你的担忧，不为难你，我也是想着你徒弟固定一个渔船好熟悉点。算了，我回去找张大队长商量下。回去的路上，快18看着叶平师傅总是时不时的看他，等快18问他又什么也不说。下船后等我，我有事情和你说。没办法的，快18也只能点点头。在午饭前，他们回到了码头，码头上的妇女们交头接耳的议论着。今天怎么回事？这条船居然就回来了？按道理不是下午才会收船吗？我感觉这渔船啊，是捕捞的东西都不够吃中午饭才回来的。好了，英子，谁不知道你家和这船船长不对付啊？但大家都是一个村的，就算他们没捕到东西，那可也是有工分的。被大妈说的英子只能闭嘴，如果她再说，到时候被扣了个帽子，那可就不好了。这时船也靠了岸，一筐筐鱼从船上被男人们搬下来。记录员和妇女们刚开始还算镇定，可随着3筐后，男人们还在一筐筐的搬东西下来，妇女们就不镇定了。记录员，现在多少钱了？是啊，多少钱？记录员被问得有些不耐烦。现在已经7块钱了。妇女们倒吸一口凉气，这可整整半年没出现过6块钱这么高的东西。他们干1天工也就才1毛钱，还是出海赚钱啊。尤其是这船上的东西还没搬完，竖起耳朵在旁边听的英子不开心了。这船长的位子本来是他哥哥的，结果现在被抢走了。后面的5个大鱼筐内全都是各个10斤以上的马有鱼，一个筐也就只能装下6条，这下可不得了。女人们的尖叫声响彻云霄。同志，我们这船鱼今天一共多少钱啊？今天啊，沙丁鱼100斤4分钱1斤，马有鱼410斤5毛钱1斤，各式各样的小鱼蟹100斤3分钱1斤，一共212元。谢谢您啊，同志。希望下次船长能够再接再厉。
而听闻消息的张月华大队长也连忙赶了过来。你们真是好样的，每个人都额外记200公分。下船的5人互相看着对方，这可是200公分呢。你今天感觉怎么样？感觉好极了，这公分都抵我半年的工资啊！你觉得这艘船怎么样？叶叔，到底有什么事？老实和你说吧，这艘船的船长希望你跟着我这段时间都在他船上上工，说是要我，其实就是要你。那叶叔，你同意了没？我怎么可能同意？现在这艘船的船长原本另有其人，结果他空降顶替了别人的位子，还把人家给打了一顿，而且现在船上的2人都是他亲戚，真就是可怜被打的那对兄妹。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瓜葛，可是我想不通，我第一次出海，他怎么就看上我了？你昨天是不是来卖花龙虾了？叶叔，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不知道？昨天那记录员收工的时候跟大家都说了，然后没人信，要不是张大队长找我，我都不敢相信。所以你的意思是，那船长知道了？恐怕如此。现在那600块钱还在我兜里，如果他们要对我做什么，只要把我抛入海里，这张家村就不会再有一个叫蒯18的人。看来以后要警惕一些。谢谢你啊，叶叔。没事，你就是要小心他去让大队长找你啊。这话我也说完了，你自个小心点。还有就是下午不用来了，今天这公分够多了。回家后，蒯18情绪低落，想不通他无权无钱，怎么才能保护好这个家？这副空洞的模样被张小鱼看在眼里。老蒯，出海没出好吗？感受到张小鱼的担心，蒯18摇了摇头，没有，我在想一些事情，我觉得还是把这个给你比较好。给我什么？蒯18从兜里把600块钱给掏了出来，接着便往小鱼手里塞。这钱你保管好。看着手中的钱，张小鱼直接愣住了。我都说了，这钱我不收。推来推去，可对方还是不肯收，这让蒯18有点无奈。原本不想让对方担心，但现在不得不解释清楚。最终，蒯18把叶叔给他的话告诉了张小鱼。小鱼听后，心中满是后悔。我当时就不应该带你去张家村的，如果不是这样，你就不会被惦记了。这事情还没发生呢，我会小心的。那你一定要离那个船长远远的，不能让他接近你。好，我一定保证离他远远的。等我学完，就不去张家村了。随后，蒯18打算跟着小鱼去割猪草，下午再和他一起去赶海。可刚出门，就看到2个吊儿郎当的男人站在门口。你们是？不是吧？才几天就把我们哥俩给忘了？就是，还在这装傻充愣。蒯18觉得眼前的2人很熟悉，可是却又记不起来。但看着小鱼对2人露出讨厌的表情，他脑子里瞬间灵光一闪，这不就是我前世在村里认识的2个好兄弟吗？